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4號，今天是星期四，我們來學習 HSK 第3集的詞彙。這個詞彙呢很常用哦，但是呢，老師覺得它有很多類似的、相似的詞彙，都有差不多的意思。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看跟技術有關的其他詞彙有哪些哦。那這些詞彙的意思都非常非常的像，所以其實母語者也很難去分辨得出來哦。那我們今天來試試看。試試看，有時候只是習慣用法的問題並沒有對或錯，只是我們習慣怎麼說，那很難有一個標準答案好，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技術這個詞彙。好，什麼叫技術呢？技術就是方法、技巧或知識，特別指的是科技或工業上面的技術也可以是技巧，比如說你打籃球的技術不錯，打籃球的技術不錯。那科技也有技術，對不對？工業也有技術，技術越好的東西，表示它越精密，越先進所以技術有非常非常多的意思好 ，OK， 那我們看一下例句。外星人擁有先進的技術。好，那當然外星人的科技比我們還先進，對不對？所以他們的技術一定也比我們高超。好，誰幫我打一下高超，技術高超，表示可能是你打籃球的技術高超，或者你的科技的技術高超所以這個技術高超常常会是一個固定的表達。高超這個形容詞有點是高超like very advanced， 高超，技術高超，你做什麼事情的技術高超所以這個是常常一起使用的表達好，外星人最近特朗普不是解密了很多外星人的檔案嗎？對不對？你們有沒有興趣呢？我覺得非常的感興趣好，那最近已經公布了一些關於外星人的檔案，哇，非常的有意思好，那今天我們先不討論外星人好，擁有就是有的意思對，高超，很好，技術高超。好，那我們其實有很多意思差不多的詞彙，但是可能因為習慣用法的問題，我們可能只能用其中一種或其中2種。我們今天先來簡單的研究一下，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們試試看好不好？好，我先把這4個詞彙念一下。技術科學，技科，不是耶，我覺得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詞彙耶 Benny 好，技能、技藝、技巧，好，這4種詞彙都是很常用的，但是它的意思都有一點不一樣好，技術指的是做事的方法、技巧和知識，特別用在工業、專業或科技上面。像老師剛剛說的，打球的技術，你彈琴的技術，科技上的技術，工業上的技術。好，所以這個可以是工業上、專業上或科技上的的一種 skill 好，再來，技能特別指的是你一個人在工作上所需要學習的技能，特別你在面試的時候，面試官會問你，你有什麼技能呢？所以我們要找工作的時候，最好多學習一些不同的技能你有不同的技能的話，找工作也比較容易所以這個技能一般指的是工作上比較常會說到的好，那技藝呢？這個詞就要特別注意，當你用到技藝的時候，你一定在說藝術，比如說繪畫
painting， 或者雕刻 carving 這一類技藝的領域，或者是工匠，他可能是鐵匠，他打鐵打得特別好，或者他是木匠，他的木工技藝特別好，所以他是藝術跟有工匠特色的技能，這個我們叫技藝。那技巧呢，很常用，非常的常用。做事的竅門或巧妙的方法，一般是個人獨有的。比如說，有一些籃球員，他有自己打籃球的技巧，那是他自己有的，他特別的一個竅門。竅門就是一個獨特的方法，特別的方法 ，unique way 啊，竅門或巧妙的方法 ，clever way 啊。好，科學技術科技，可以吧？不過我們一般都說科技就可以了，我們不太會說科學技術，我們就說科技就可以了，technology 科技。好，這一題呢，我們看一下它的木雕什麼令人印象深刻。好，令人印象深刻這樣的表達，老師希望你記起來，就是 make someone impressed。或者你是某一件事情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哇 Benny 你的中文說得真好，令人印象深刻。Your Chinese speaking is impressive， 這個很棒的用法，什麼什麼令人印象深刻。好，那木雕這題的答案是什麼？好像大家都把答案寫出來了，記憶答對了，因為呢是藝術領域的或有工匠特色的技能，就像木雕一樣，他的木雕技藝令人印象深刻，講的是他的工匠的技能技術。好，這題其實不止一個答案你也可以說他的木雕技術令人印象深刻，也可以哦。那你強調的是他的technique，你強調的是他的 technique， 不是他的 craftsmanship， 不是所以強調的方向不一樣。你可以說他的木雕技術，那你強調的是他的 carving skill 可以哦，可以。木雕技能一般不會這樣說，一般不會這樣說。他的木雕技巧可以用技巧，指的是他個人獨有的一個竅門或巧妙的方法。所以各位同學，這一題有3個答案，當然這個答案是最好的。技術也可以，技巧也可以。一般我們不說木雕技能，因為木雕是一個比較專門的東西所以我們不會用木雕技能。好，這題的答案是木雕技術、木雕技藝、木雕技巧都可以都可以。好，所以今天我們要學習的這4個詞彙在有些題目裡面是有的可以用的有的可以用好，可以理解嗎？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們就來看下一題。今天的課比較難好，我們再往下看。他是談判高手，談判什麼高超？好，什麼叫談判呢？就是在一個正式的場合，你跟對方進行討論、辯論 debate discussion。那如果你是一位談判高手，高手就是專家，某一個領域非常厲害的人叫高手。你可能是說中文的高手，辯論高手那表示你在那方面非常的在行。談判高手什麼意思？就是非常會談判的人，很會談判，跟別人溝通，說服別人的人，那你就是談判高手好，談判什麼高超？好，你們看到這個高超這個詞要特別注意好，這題有幾個答案，我們看一下他是談判高手，談判技術，談判技能，談判技藝，
談判技巧。這題只有一個答案，但是這個答案呢，可能會超出你們的預期，你們應該沒有辦法答對。這題只有一個答案，這個真的要靠語感了啊。好，正確的答案老師告訴你們，他是談判高手，談判技巧高超。正確的答案是技巧，技巧，其他三個都不可以，其他三個都不對。好，為什麼？談判不是藝術，也不是工匠特色，所以記憶不能。好，談判基本上跟不是那種工作上的一個獨特的技能，所以我們不會說談判技能，有點奇怪。談判是人跟人之間溝通的一種方式，一種技巧。那技術一般用在科技上面，一般用在科技上面，工業或科技上面。所以各位同學，這個呢，第一個考你的語感，第二個考你的是我們中文習慣用的搭配是什麼。這裡我們只能用談判技巧，談判技巧，因為談判是很需要竅門，很需要特別的方法的。如果你是一個很會談判的人，基本上你有自己獨有的技巧，你有自己的方法，別人沒有的。所以這裡你们特別注意，談判技巧是一個固定用的詞彙，你不能說談判技能，這是聽起來非常奇怪的。你也不能說談判技術，聽起來也非常奇怪。所以就請你們記起來，談判技巧。談判技巧，我們這裡用的是技巧，其他三個都不可以。那你會問，老師很奇怪，我不懂。沒關係，有一些詞彙你真的要去死記它，死記它哦。好，這題的答案是談判技巧，因為強調的是個人獨有的竅門跟巧妙的方法，每個人談判的方法都不一樣，對不對？好，這題的答案是談判技巧。好，有沒有問題？如果你覺得很難，你把談判技巧念100遍，你永遠不會忘記哦。好，他是談判高手，談判技巧高超。好，我們再來看下一題，很難，對不對？我覺得有點難，不過沒關係，我們今天呢就當做練習，不用擔心哦。好，來 AI 日新月異，我們應該要跟上時代。好，各位同學，什麼叫日新月異？就是每天都在進步，每天都不一樣。像我們現在人類的科技日新月異，每天科技都在進步。以前是網絡，現在呢是 AI， 以後還會有更先進、更多的科技出現。這個叫日新月異，就是每一天都不一樣，每個月都會不一樣，都會進步，都會不同，叫日新月異，特別指的是科技啊。好，我們應該要跟上時代了。如果你跟不上時代，你就會變成老古董了。老古董就是你不知道接受新事物的人，你沒有辦法接受新觀念的人，我們中文叫 old antique， 老古董就是不知變通，不知接受新的事物的概念的人哦。好，老古董，谁幫我打一下？對 ，Mandarin 老古董，可能你的祖父祖母，甚至你的爸爸媽媽，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AI。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新的玩意兒，所以呢，你很難去改變他們。他們只接受傳統的觀念跟傳統的東西，老古董，他們真是老古董哦。好，AI 技術答對了，我們用的是技術，因為 AI 是一種科技，對不對？它是一種科技，所以我們用技術。AI 技術日新月異。我們應該要跟上時代。好，所以現在新的 AI 已經出來了，我們都應該要去學習使用它。好
AI 技術日新月異，我們應該要跟上時代，不要當老古董。好 ，OK， 你也可以說很久以前的車子是老古董哦，就是有一些車子是很久的，可能是以前的年代的車子，不代表它沒有價值，只是說它比較舊了哦，它的年代比較久遠了哦。好，年代久遠，你們聽得懂嗎？幫我打一下好嗎？年代久遠就是這個東西很舊了，很老了哦。年代久遠哦。好，有時候啊，可能你的小孩會罵你，你這個老古董 ，AI 這麼進步，你怎麼都不學呀？可能你會被你的孩子罵，對不對？老古董，對，年代久遠。好，廣告時間，請幫老師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每個月2美元，請老師喝杯咖啡，成為我的小土豆。那老師在這邊廣告一下，每周六。如果你是老師的第2、第3階會員的話，這個禮拜六會有一篇老師自己寫的原創故事哦。那如果你是第4、第5階的話，一樣，這個禮拜六都可以看到老師出版的新的原創小說，短篇的小說哦。那如果你是第2階到第5階的會員啊，可以期待一下，禮拜六老師會給你們鏈接，就可以看到我的新作品，新的原創小說。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同學，你可以到 Patreon 去買，或者成為我 Patreon 或者是油管的會員就可以看到老師的原創作品哦。好，那麼我們繼續來上課吧，廣告不要打太多哦。好，有一技之長很重要。快去學個什麼吧。好，這題一樣只有我覺得可以有2個答案啊，可以有2個答案。好 ，Joy 說我是緬甸的學生，很喜歡我的播客。好，謝謝你啊。好，什麼叫一技之長呢？當我們中文講到一技之長的時候，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如果你要找到好的工作，你要有一個技能。比如說你想要當翻譯，那麼你可能要去學中文或學英文，那英文跟中文就是你的一技之長。或者呢，你的父母會希望你去學修理車子，那如果你真的把修理車子這樣的能力學會，那你也有一技之長。所以一技之長能夠幫助你找到好的工作。如果你沒有一技之長的話，現在的時代，如果你沒有一技之長，你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為什麼像你們會學中文，可能有人有工作上的需要，對不對好，有一技之長很重要。當你聽到這個，就知道跟工作有關係了快去學個好技能吧，這個一定對因為指的是工作上的。好，快去學個技能吧，有個技能啊，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快去學個技術吧，快去學個技術吧。聽得懂，我覺得技能比較好。快去學個技藝吧。我覺得如果是技藝的話，那你強調的可能是學一個木工，學個鐵匠的工作學打鐵之類的，或去學畫畫吧我覺得這裡就是技能是最好的技能是最好的，技術我覺得可以接受這2個答案我覺得我可以接受那技藝一般來說技藝父母親，特別是華人的父母親啦，他不會鼓勵你去學技藝，因為一般來說技藝不會賺錢，學一門技藝不會賺錢好，所以我覺得答案是技能是最好的學。那我們這邊討論一下技能這個詞的量詞是什麼一項技能，我們用項，一項技能，一項，好，知道怎麼寫嗎？一項技能我們要學一項技能，一項技能好，一項技能好。那如果是技藝的話呢我們的量詞會变成一門，门
door 那個門，一門技藝，一門技藝。老師，他們4個詞不都差不多嗎？為什麼量詞不一樣？所以中文很難，中文真的很難哦。好，一項技術，一項技術，一項技能，一項技能，一門技藝，一門技藝。技巧可以用個，一個技巧，一個技巧，一個技巧。哦，好，所以他們的量詞是不是都不太一樣？中文真的好難，對不对？好，慢慢學吧，啊，沒問題，慢慢學啊。好，一個技巧。好，再來呢，一門技藝，一項技能，一項技術。好，把這些量詞記起來，啊，有一點不一樣哦。好，我們看一下最後一題。好，他打籃球的什麼出神入化？這題不止一個答案，這題不止一個答案。他打籃球的什麼出神入化？好，出神入化是一個成語，就是 almost magical, like a god。你的 skill 太厲害了，好像神一樣。出神入化哦，表示好厲害、好棒、好強的感覺。出神入化，好像神在打球啊！哦，好，這是一個成語哦。他打籃球的，我覺得這題有2個答案哦。這一題有2個答案哦，你們應該可以猜得出來2個答案哦。好，你們都說技巧啊。答對了，技巧是絕對最好的、最正確、最棒的答案。他打籃球的技巧出神入化。第2個呢？絕對不是技藝，對不對？絕對不是技藝。好，那就剩技能跟技術。他打籃球的技能，技能用在你找工作上面。When you want to like hunt a job, look for the job， 我們才會用技能，比較常用技能啊，所以你看很難，对不對？我們用的是技巧，是技術，技術也有技巧的意思哦，然後也可以當做知識，所以呢，這題的答案出乎你們意料，技術也可以，他打籃球的技術出神入化。因為打籃球也是個專業，對不對？哦，專業哦，好，哎，所以我就說呀，這4個詞還真不容易哦。好，沒事，我們就是今天當做一個練習就好了。你們不要太在乎，如果你答錯的同學不要太在意啊，因為我們今天就多多練習啊。有時候這個語感是要在你平常日常生活中建立的啊。好，這題的答案是他打籃球的技巧出神入化。第2個，他打籃球的技術出神入化。好，這裡指的是一個專業的一個技巧哦。好，各位同學，今天的課就到這了。我們今天 whatever， 我們學了這4個詞彙，你們就很棒了哦。好，那麼大家期待我周6的原創小說。那這個如果喜歡的同學，然後你又是會員的話，記得下載來閱讀一下。那麼我們下禮拜見嘍，大家晚安，早點休息，拜拜，週末愉快。